这个被小红书官方点名表扬的账号，2个月就赚了超过100多万，4月份赚了50多万，3月份赚了80多万，他到底是怎么变现的？而且都不需要露脸，全职在家有手机电脑就可以操作，只需要整理文字变成电子资料，最后汇总成一个电子书库卖出去，让大家养成阅读习惯就可以了。而且这类型的账号不止一个，还有2个、3个等等。如果大家下班后不方便露脸做小红书，或者觉得下班后很疲惫了，想像阿婆我一样不露脸做社交媒体，同时又想做副业赚钱变现，这个文字资料整理的赛道就非常适合。而且不只是小红书，在海外 YouTube 平台，一个 Notion 模板也能卖到70-80欧元，折合人民币有500多元。今天阿普就手把手教大家，你只需要掌握2个工具，一个是 DeepSeek， 另一个是 Notion， 你就能够开始做这种在家就能赚钱的副业项目了。话不多说，今天阿普就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完成这种账号内容的搭建。各位粉丝耐心跟着我教的流程操作一遍，我保证一定能做成。这种账号分为前端内容展示和后端内容存储。前端内容展示就是我们在小红书看到的这些不需要露脸的文字和图片内容。我们先来完成前端内容搭建，准备好文字素材。这些文字有来自 YouTube 视频、播客、期刊等等。我们拿 YouTube 视频为例，用互联网上任意一款工具把视频下载下来。我一般会用这些，把下载好的视频放入剪映，识别字幕，可以在字幕这个选项中把英文字幕翻译成中文，当然也可以不翻译，因为 DeepSeek 也可以帮我们处理。我们隐藏其中一个，分开导出，格式选择 TXT， 点击导出，打开刚刚下载好的字幕文件看看，然后打开 DeepSeek， 用3个引号括住文案，附上提示词。帮我用中文总结概括整理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字数要求1000字左右，也可以上传刚刚下载好的 TXT 文件，自己大概浏览下内容。我们换一个 AI 模型试试，豆包或者 ChatGPT 都可以。我还会用这个提示词帮我缩写这个文字稿，字数要求3000字左右。在确认缩写的文章没问题后，那么文字部分我们就拿到手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些内容放到 Notion 里，做成一个图书库。这个 Notion 就是未来卖出去给你客户阅读用的，这是其中一个参考案例。我们参考里面的排版样式以及功能，里面所有的功能我都会教大家做出来。这个项目的开头是标题导航栏以及公告栏，用块的形式在页面上出现，而下面是属于数据库。每一个数据库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杂志模式、列表模式，其中数据库是最复杂的，同时也是能够呈现最多内容的。因此，他特意做了好几个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去呈现不同的内容，而这个是今天大家都要学会的演示案例，该有的功能都会有。上面的标题导航公告栏，下面的数据库，包括精选文章、杂志模式、领域人物专题，该有的功能通通都有。不同数据库可以切换不同类型的视图，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搞懂块、页面以及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就能够利用 Notion 搭建出一个100万级别的项目出来。我们新建一个空白页，从零开始做这个项目，标题命名为油管知识库。我们回到参考案例，看到它顶部是有封面的。我们先把旁边的全宽选项勾上，这样页面会好看一些。同时这里是可以选择图标的，但是这里先不选，等后面来到文章页面再把这个图标给选上。我们点击这里添加封面，它首先会随机生成一张图片给我们。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封面图片的更改，或者上传自己下载好的图片。那我们今天随便选一张。接下来我们开始做导航栏以及公告栏，这里就是用到块的概念。在 Notion 里最小的单元就是块，由每一个块共同组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页面。我们右击前面的小方格，可以改变每一个块的性质。我们看一下都能改变成哪些属性，分别有标题页面、代码标注等等。我们先选择标题2，回到参考案例，这整个导航栏它外面有个灰色框，这个是怎么弄出来呢？其实用到的是标注属性，它会自带一个灰色框。前面的表情也是可以更改的。这个导航栏它是有一个点击跳转功能，我们这个放到最后再去操作。我们先把部分导航栏文字复制粘贴过来，接下来把公告栏也补充上去，用同样的方法，把块的属性转化成标注属性。同时我们看到参考案例里面，导航栏和公告栏是平铺在页面上的。怎么完成这个效果？我们找到公告栏左上角的方块拖动到右边页面，这个时候就可以灵活调整2个方框的位置和大小。然后我们把公告内容复制粘贴过来，调整一下格式。我们鼠标右击也可以调整块的属性，很灵活，把它改为有序列列表。下面的改为项目符号，然后逐个调整一下。我们看到2个项目列表都是数字1开头，怎么样把它调整成2呢？可以在上面新开一个，然后把这个块拖动下来，
然后把字体加黑加粗，两个宽的大小和位置调整一下。这里的导航定位栏我们后面再完善，因为需要把后面的数据库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做好这个导航定位功能。这里用到的技巧是要复制粘贴每一个块的链接，后面我会详细讲，大家先不用着急。那我们现在把导航栏和公告栏两个完成以后，接下来就可以做一个小的项目了，叫每日任务清单 To Do List， 把块和页面的技能熟悉并且实战一遍。这是我平时用的 To Do List， 记录每天需要做的事情。打上勾以后，它会颜色变浅。完成任务以后，可以把它拖进垃圾箱里。这个小功能只需要用到块的属性。我们快速的把这个功能完成一个，3个减号画出一个分行。顶部是封面，封面我们已经会做了。接下来是添加图标，我们找到一个勾的图案，选中它。顶部的封面点击这里是可以调整图片的位置的。接下来是标题，我们复制粘贴一个 To Do List， 把属性更改为标题1。接下来编辑 Today List， 设置属性为标注，然后把今天的事情1、事情2打上去，更改属性为待办清单。用同样的方法做下一个清单，这边整个流程是一样的。那我视频先快进处理，以及每一个任务栏之间它是有排列分行，把小方块拖到右侧就可以进行页面调整。再复制多2个任务在旁边。我们看演示案例，这里是有一个垃圾桶页面的。如果完成任务，我们可以打勾，以及把它拖进垃圾箱。这一个功能是需要添加一个新页面。我们先打出一个斜杠，这样子可以添加一个新的块。这个块叫页面，我们会直接进入到一个新页面里面。设置好标题 Trash， 添加图标，找到垃圾桶这一个选项，然后返回上一层页面，把这个块往上拖到顶部。那么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 To Do List 这一个小功能的开发。到这里相信大家对块以及页面的使用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我们继续升级难度，完成下一个做数据库的任务。我们先把这个 To Do List 删除掉，然后把第一个数据库的名称拷贝过来。属性是标题1，下面的文字属性是引用。接下来是建立数据库，先打一个斜杠，拉到下面找到数据库，选择表格视图，或者输入 data， 同样找到表格视图。下面是我以前建立的数据库，这里我们是新建，所以选择第一个新建数据库，然后把数据库标题命名好。这里一定要注意数据库命名是唯一的，因为后面要不断的使用，所以一定要具有唯一性。建议大家命名和我的一模一样，方便后面的操作，不然你会觉得很乱。然后我们看一下演示案例，数据库能够用来干什么？前面的文章以及作者都能单独打开，里面有包含内容。我们先把数据库的第一行补充完整，第一个命名为文章标题，然后更换前面的图标。第二个是文章作者，选择加号添加一个新的类型，这里我们先随便选一个，因为这一个的类型准确来讲应该是关联类型。我们可以看一下参考案例，这里显示关联关系，需要再建立第二个数据库进行关联。返回到刚刚的页面，我们先把它填写上去。第二个数据库我们后面再继续讲。建立第三个属性多选，命名为涉及领域。第四个是单选属性，我们把它命名为内容类型。第五个是数字属性，我们把它命名为数字。好，现在数据库建立完成，我们在里面填充内容。我们把文章标题复制过来，点击打开，它就会生成一个新的页面，里面包含所有我们刚刚建立的属性。然后我们看一下演示案例，作者这一个栏目点击是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页面的。我们刚刚有讲到，这其实是一个关联数据库。那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个作者数据库，大家先跟着我去做，到时候做完整个项目，你就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关联数据了。建立第二个数据库，把它命名为有管作者数据库，输入作者1的名称。建立第二个属性，属于多选属性。第三个属于文本属性，选择多选，选择文本。重新命名领域和简介。现在重点来了，我们需要在第一个数据库里面把文章作者这个属性给更改成关联数据库。大家看我的操作，点击编辑属性，找到关联关系，然后找到我们刚刚建立的第二个数据库，名称叫做有管作者数据库。这里没有的话，就点击下面这个3个点。好，我们点击选中。到这里的话，大家能理解为什么这个数据库的名称一定要唯一了吗？因为我们做项目的时候会建立很多数据库，名称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很难关联起来。我们点击添加，那就完成了。那这个会有什么效果呢？就是在文章作者这一列，你点击一下，你就会发现它能够弹出来这一个数据库的内容。
并且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而且点击进去是有新的页面去介绍这一个作者的。如果你新输入一个文章，它是一个新作者，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点击加号，就会重新建立一个新作者。这个数据会同步到油管作者数据库。同样的，如果我们在油管作者数据库建立作者3，那么这一个选项也会在这一列里面出现，因为它们之间是关联关系。我们继续把第3个属性填写完整，随机创建几个标签，例如健康、营养、心理。因为它的属性是多选，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多个标签。第4个属性是内容类型，因为它是单选属性，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属性。建立几个标签试试看。我们再填充第3个文章标题，同时在第1个数据库里面建立作者3的数据。注意看左下角，它同步生成了作者3，然后把剩余的标签按照文章的类型把它填写好。那我这边就先随意填写。最后一个是字数统计，这边按照大家真实录入文章的数字如实统计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演示案例。这个地方它们是有很多展示形式的，例如杂志模式、列表模式。那这个怎么弄呢？只要你把第1个数据库建立起来以后，点击这里的加号，选择画廊模式，它自动就会生成这种视图。因为我们的文章里面没有添加内容以及封面，所以这边显示的是空白。我们进去里面把文章内容填补好，点击添加封面，然后把文章内容给粘贴过来。这里默认是显示文章内容，我们需要更改成封面。我们在这里右键选择编辑视图，找到布局，卡片预览选择封面，这个地方可以选择卡片大小。用同样的方法，我们把第2篇文章的封面以及文章内容补充上去。这里是苹果快进处理。我们可以继续选择第3个数据库的视图，例如列表视图。右键点击编辑视图，可以把一些属性打开或者隐藏。我们再回到展示案例这边看一下，基本上该有的视图我们都有了，其他剩余的视图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出来的。这边我先把字数给填写一下，让它看起来好看一点。好，接下来到我们这一节教程里面最难的一个数据库了，领域专题。为什么说它难呢？我们先看一下它整体的功能，名称是可以点击进去的，然后里面的精选文章自动关联了这一个领域所有出现的文章，并且作品数量是系统统计的，不是人工口算的。我们这里换一下函，让它好看一点。我们对比一下参考案例功能是不是完全一样。我们现在开始把它做出来。先输入一个1级标题，把前面的表情符号加上，同时下面的引用也加上，把第3个数据库拖到上面来。数据库设立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下面那一个油管作者数据库，我忘记加大标题了，待会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补上。然后我们把领域名称添加上，前面可以增加图标，或者我们可以打开它的页面在里面去添加。第2个属性是精选文章，那么它是一个关联关系。我们看一下展示案例属性，它关联的是第1个数据库，文章数据库，和上面那个文章作者的属性是一样的，操作逻辑也一样。好，我们回来更改它的属性，从文本变成关联属性，并且选择第1个油管知识数据库。操作到这一步就可以了。凡是第1个数据库所有录入的文章信息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去选择。我们选择3个试试看，并且把下面的空函补充好。我们看一下第3个属性叫作品数量，它的属性叫做汇总。因为我们希望这个 Notion 帮我们自动统计，那我们得告诉 Notion 它统计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关联关系这边得选择精选文章这一列，属性选择内容类型，这个什么意思？大白话就是统计精选文章里面的内容类型标签的个数。大家还记得吗？内容类型它的属性是单选，因此一个文章它只有一种单选类型，我们只需要统计有多少种类型，就等于知道了有多少篇文章。这个逻辑大家可以暂停去思考一下。我再重复一遍，因为文章内容类型它是单选唯一，所以我们只需要判断出现多少种类型，那就知道这个领域里面有多少篇文章了。计算方法我们选择统计。我们现在来做一遍，新增加一个属性叫汇总，命名为作品数量，关联精选文章这一列，属性选择内容类型，统计方法选择总数，那么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我们再看一下参考案例，还有什么功能没有做？这里它出现了其他视图，那我们也增加一个画廊视图。我们刚刚有去尝试过，点击加号选择画廊视图，刚刚也是一样，它是空白的，因为我们没有在里面去填充内容。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点击进去，把封面以及下面的简介补充好，然后选择编辑视图，选择布局，点击页面封面，最难的领域视图我们也完成了。我们对比一下有什么区别，还差一个列表视图对吧？那我们再接着添加，
点击这里，然后选择编辑视图，选择布局，可以选择打开隐藏数据库标题，或者打开隐藏图标。然后列表视图后面会显示一些内容，我们这边没有，怎么把它显示出来呢？点击这里，选择属性，可以把这个列表的属性隐藏或者显示，根据个人的需要选择即可。然后我们把人物数据库的大标题以及备注完善一下，把里面的文字对照着参考案例逐个完善，然后把人物介绍复制粘贴。这边的视频我进行快进处理，这些属性上面的教程都教过了，大家可以熟悉一下。我们回到参考案例，看一下人物数据库它的一个功能，点击人物名称，在这里它能够关联之前精选的文章。大家还记得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吗？是不是叫关联数据库？我们在人物简介下面建立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有关联的，关联我们第一个油管知识数据库，视图选择列表，然后再筛选这边，我们选择文章作者，现在当前是作者1，那我们就选择作者1，就能够把所有作者1写过的文章都关联展示起来。然后我们再更改一下布局，选择列表，那就和刚刚展示案例一模一样了。然后别人的开头是叫精选文章，这个怎么弄的呢？可以更改这个名称，并且更换一个图标。因为作者1只录入了一篇文章，那么我们录入第二篇文章试试看。在第一个数据库输入一个标题，然后关联上作者1，然后你看这边就自动关联了文章作品。现在这个数据库就基本完成了，和演示案例是一样的，只要把封面还有图标更换就可以。最后我们剩下一个导航跳转栏功能没有完成，其他功能我们都已经完成，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有了。这个导航跳转它是怎么实现的？因为在 Notion 里面每一个块都有独立的链接，我们选择下面的大标题，找到方块右键，可以拷贝这个链接，而这个链接就是定位方式。然后来到这里全选，在弹出的地方选择这一个，把我们刚刚复制的链接粘贴到这里，就完成了这一个定位功能。我们点击测试一下，它会自动跳转到下面。各位粉丝朋友们，学到这里，大家觉得做一个赚钱的副业难不难？其实真的不难，你只需要迈出第一步，认认真真把我的教程重复练习2到3遍，就已经能够超越很多人了。最后我们调整这个页面大小，截图保存，放入小红书尺寸的排版软件里，把这些图片下载下来后，就可以在小红书这边发布出去了。大家看完视频如果学会了，就立马用小红书去发笔记，开启这个赚钱的副业，能帮大家每个月多赚1-2万。下班时间赚钱做副业，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坚持，希望大家学到这个技能以后坚持做下去，一定会有成绩的。好了，我是阿普，希望我的视频能够帮到大家。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问我，我看到会及时回复。我们下期再见啦！